我们台湾房地产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什么看不见的手，没这种事，都是政府的手，都是金融的手这样。那因为政府大力的管控房市，那其实我是乐见看到政府这样干的我说的是真的因为我要的是房地产慢慢涨价就好了，你每年涨3%、涨5%，连续上涨30年，这样对我来说最好。为什么？我就不是很有钱嘛，我也要赚钱啊，我要干嘛啊？你这样子我一直都有上车的机会，我可以上第一台，再上第二台这样，然后时间30年之内，我不要房价就像现在这样猛爆性的喷上去，然后金融又把大家打个半死啊！请问这样爽在哪里长期来说真的是缓涨啊，缓涨才会健康，这市场才会健康。急涨真的是你都不用金融来金融它底下的小部下都觉得泡沫化，来我们看看研究一下，看看要该怎么干预，就这样。房地产短跑不赚钱，用实价登录告诉你，现在长报才是王道。先说结论直接去看实价登录嘛短跑2年，平均每个月的获利是 6.7 万。如果什么都不做那你就持有10年，平均每个月的获利是 5.6 万，只差100万多一点而已那短跑真的麻烦要搞东搞西然后我们房地产交易是有所谓的摩擦成本，就是交易成本按你要中介费啊对，那这个会变成白忙一场，真的会白忙一场，你不如就是给它放着这样长报才是王道。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屋主自售的房子能买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我不建议你做房地产短跑。今天来聊一下很多人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他想要做房地产的短跑，买个1-2年，然后就要卖掉这样那问我有没有办法避开现在的房地合一 2.0 这个带着目的来问答案，而且就是要来作弊的先说结论，没有。我现在拍片，我当然这样讲啊，对不对然后我也建议你就不要短跑了为什么这是我直接拿证据给你看如果看完之后你还是想要短跑，那你就去吧那你就是乖乖的缴税给政府。来，证据在这里这个是实价登录的截图，这个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反正就实价登录的截图啦。然后是历次转移，就是同一个房子，他之前买跟卖这样地点我码掉了你私讯我也不会是讲哪边的。好，来，这张图的重点就是102年8月总价705，103年的3月总价980时间只差半年多那像这种就是短跑这种就是花一些时间整理。他这个案子比较特别，他弄了一个车位出来然后产生了快300万的价差，这里面当然是有包含车位跟那个整理装潢的钱嘛然后接下来的106年它就有小崩为什么？不是市场是因为106年2月106来，我问你发生什么事还记得吗？106年的2月，不是政府，不是央行是发生了台南大地震台南大地震。然后那个106年的台南大地震，这个地震规模很大它就是那个台南维冠大楼维冠大楼倒塌的那一场地震造成死亡人数是115人生还者175人，96人，是很规模很大很恐怖的地震这样那当然房地产市场就冷掉了就这样然后105年是房地合一税 1.0 刚开始实施，所以那个时候你卖房子是一定会影响到的。再来同间房它112年它卖多少？1270万。好，请问如果这间房子它102年不卖，不去做短跑，就这样长报到112年获利多少？565万。对啊，有差很多吗？对啊，还不用搞一些有的没的呢，你就摆着收益就可以进来了。所以你要知道自产获利的关键在长报。其实这个答案已经写在名字了就长报我问你我们都说投资置产那你置的是什么产？不动产房子它都叫不动产了都叫不动产这个名字你在那边过动你那边一直乱动，你要短跑干嘛？人家名字都叫不动产，那你为什么要做短跑来，再给你看一个例子这一样是实价登录的截图。102年买1578万，104年卖1800万。这间持有的时间有比较久持有了33个月。
那除以价差1800万去减掉1578万去除以33个月平均每个月的获利是 6.7 万。那假设他持有到110年的话他持有的时间是102个月，就这样慢慢放102个月，那他平均每个月的获利就2156万去减1578万除以102个月，出来叫做每个月5万6稍微低一点。但你不要忘了110年的7月是房地合一 2.0 开始的日子，所以他9月卖的时候势必有受这个房地合一 2.0 的影响那假设他是报到今年才卖的话，你自己看他获利是不是又要上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刚的说法按照这张实价登录截图它是在110年9月29卖掉110年，今年是民国113年那你自己看过去3年的房价，对不对？是不是这些新重划区都几乎翻倍？他如果放到今天那个获利很恐怖。你刚好要短跑，赚的跟长报已经差不了多少了这样白忙一场，到底是在忙什么？所以现在你短跑45%嘛，然后35%嘛，这样子在扣的你说装潢能抵啊？抵好，你短期买卖交易，你下一次再买，你那个装潢就被卡，就这样不用短跑了真的不用那最后你要知道，最重要的还是你能抱得住抱得住。那我们回过头来买房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持久持久。跟男人一样，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想去做股票的原因我就一个平凡人嘛假设我今天也是走的这个股房双刀流，然后买股票可能有赚到钱那我确实也很可能会起心动念把房地产的钱拿出来再投入股票市场。可是，一旦我这样子做，我房子就不好长抱了，你知道？因为股票只要一波动，我房子就守不住这样就失去了我一直在强调的稳健这个前提跟原则，所以我才不碰股票。有人可以透过买股票赚钱，对，我知道，我的观众都有。之前拍片那边说我说做股票很危险那可能到时候你股票有个闪失，你股票又赔钱又把你房子头期款赔掉，就变成你股房两失结果那个来留言一堆都是什么靠股票然后赚到头期款，我靠！对啊，我相信他们是幸存者幸存者赔得很惨的不会上来讲嘛，怕丢脸嘛，对，所以你自己要有能力判断了。反正我就让它风险等级怎样都是比房地产市场要高的嘛，对，我就是不想去冒那个股票的风险我少赚就少赚我进去了我也不一定赚我进股票市场我可能赔钱那我今天也直接贴给你看实价登录涨幅的情况，就是短跑真的就还好，而且你中间你很忙呢那这个钱我长报就是可以稳稳的拿到，干嘛去做短跑那这个就是我的想法所以我会建议你你当然是第一个你要把你自己自住的房子去搞定搞定你自住房之后，你自住需求总是要先解决的嘛之后你想要怎么做房子做股票随便你，那一旦你选了做房子，那你就长报就这样。股票不是也在叫大家要长报吗？对不对？结果你看我们做房地产的人我们买之前就决定要先放5年，要放到第6年第1天再来看情况。5年你自己看5年在股票市场的周期叫怎样？我看我那些做股票的朋友3个月他们就叫长期投资对啊，所以完全不能类比2个市场啦。讲完了我们今天讲为什么我不建议你做房地产的短跑那我先跟你分享2个实价登录的案例。第一个短跑的案例，买了之后半年卖，虽然有300万的价差，但里面它包含他去买1颗车位跟整理的费用。那同一间房子挂了10年它价差是565万你就放着就好了来，第二个短跑的案例，持有2年多，平均每个月获利是 6.7 万那如果给他持有到10年，平均每个月的获利是 5.6 万，相差不过100多万多一点而已但是你就不用做事，真的不太需要做事。我相信他在卖掉的时候来做一个大装潢这个获利可能又打平甚至超过了而且他卖出的时间点是有受房地合一 2.0 刚发布时候的影响那如果他就给他报到硬生生报到今年才卖那个获利绝对非常可观。最后我也提醒你了，买房自产能够赚钱的人比比皆是没有错，但最重要还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办法抱得住不是抱个2年3年就把它卖掉，而是5年10年为单位，然后再来研究说接下来要卖还是要换手还是要怎样，要继续守住这个收益才会越来越惊人。所以真的不用再想短跑了现在的政策环境跟我提供的实价登录截图这个已经证明了短跑已经变成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当然我
我一讲这个，你又要拿特例出来讲哦，就跟你说不要把特例当同理哦。有没有那种短跑还是赚很多钱的？当然有啊，我怎么不知道？对啊，如果短跑你缴完45%房地合一税，你还赚很多钱，那种东西你为什么不报？你为什么不把它狠狠的报起来？对啊，我知道有一些房仲哦，他们会去骗那个继承的屋主或是一些老人哦，反正骗他拿出来卖，然后他们真的就来赚短跑。这个都有上过社会新闻哦，就骗老屋主出来卖，没有跟他讲行情啊，老屋主也不管哦。好像有点智力障碍的这样，然后那个房仲从头到尾只是要吃他的房子，然后去自己来赚个100-200万、200-300万来花而已。OK， 好，那你想想看，他如果真的就能用那种成本取得这种房子，他为什么要卖？他就给他放到第6年第1天，那个更夸张、更恐怖，好不好？所以现在的政策环境，短跑真的是不用再拿出来讲，你一讲一定都是特例，不然你买行情，你短跑你在跑什么？你那个房地合一税35%、45%，这个你真的值得你这样子跑吗？然后你会扣装潢大法，好啦，你姓名、电话、住址给我，对不对？我立刻检举你，我看你以后怎么买卖，短期买卖就会被做记号啊，之后银行贷款都会有问题哦，不用再干这种事情，好，那你就长报就好了啊，不动产它就要不动了，他妈你一直过动到底是？我自己前辈也有讲啊，以前大家都在短跑的啊，然后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买来给他放着，买来给他放着，就放生，就给他放着，因为发现，人家这种1年要翻个超过10间的，现在都跟我说，阿元你就买着就不要动，就对了，你不要像我以前一样啊，人家直接自己讲，好，因为他自己现在也不动了，就是市场在改变，真的市场在改变。好，那为什么？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哈。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好，这个欢迎加入哈，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好，那会员的问题哈，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2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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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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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 buy 台北，BUY TAIPEI，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还是那句古话叫做顺政府者昌，逆政府者亡，就是这样。我们在做房地产，房地产这个是个超级高度跟政策绑定的市场，基本上你可以认为啊，政策想要房价涨它就涨了，政策想要房价跌它就跌了，这么的高度相关，真的哦。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嘞？就是你自己看现在的房地产政策，房地合一 2.0， 平均地权条例，第7波信用管制，目前最新鲜的第7波信用管制，金融神权啊，一堆啊，对不对？那像我做中古的，我个人认为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政策是第7波信用管制，也就是现在正在夯的那个第2屋贷款5成。好，为什么对我来说影响很大？因为这个是会让中产阶级累积资产的速度直接变慢1倍以上，变慢1倍以上。以前的美好时光叫做2屋也可以贷款8成，然后现在要2屋只能贷款5成，这中间差了三成的头期款，这中间差等于又差了1.5间房子，累积的速度，所以我说会变慢1倍以上，就是1.5倍啊。像我不是有拍一个会员影片嘛，这个标题讲的是5年过亿的中产阶级夫妻买房攻略嘛，对不对？就在9月19号第7波先管这时候就被打掉了。那也不是说里面的技法都不能用了，而是我那个封面就错了，不能在影片封面里面讲的5年之内完成了，所以我现在自己都把它打上过期的标签，你看，对不对？此技法已于9月19过期，
我也没那边就这种东西要更新啊，买会员就是这样啊，有什么异动我也会更新啊，我就把封面改成过期了哦，就这样。好，这个过期在哪里哈？过期在标题上我写5年内，对不对？好，那现在变成要拉长到1.5倍的时间，哦，大概是8到12年内哦，就这样，所以过期了哦，过期了。你不要抓7.5年哦，那个你不是说1.5倍哦？那5年的1.5倍不是7.5年哦？应该没有办法那么顺利哦，应该没有办法那么顺利，因为第二户5成这东西非常之硬哦，其实非常之硬，我们要多估一点，所以原本的5年计划现在都会被延长成8年计划或12年计划，所以我说这支影片过期了，我自己也过期啊，哦，我自己也被影响到啊，哦，那这个就是政策哦，政府的政策在直接左右房地产市场的铁证哦，铁证就在这里。那政府的房地合一 2.0 哦，它的规则，我想你现在都很熟悉啦，因为它上路也一段时间了。我刚刚在讲的是那个第7波信用管制哦，然后现在讲这个房地合一 2.0 哦，它上路一段时间了。那这个政策的影响在哪里？在几乎把短跑的投资客都打掉了哦，真的哦。以前投资客真的就像我今天影片讲的，买来装潢马上卖，对不对？那个时候是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风气就长这样，就大家就是买来装潢马上卖。大家都缺工班哦，就在那边各种冲来冲去哦，就这样。他们马上买来，马上装好，马上卖，好到卖掉哦，他们会压在1年以内哦。然后那时候最骄傲的事情是他半年可以跑一趟哦，怎样有没的。好，为什么要那么急哦？是因为他这样资金的周转率才会高。他同一笔钱哦，假设他就拿500万出来讹了第二哦，那同一笔钱哦，3年他可以讹3次哦。1年1次嘛，哦，那现在因为政策哦就绑死市场，所以大家现在怎样买来先放5年再说哦，变成操作的周期这拉长的非常的多，不然就是他以前1年一共可以翻10间，他现在就是翻5间哦，然后他翻了5间之后觉得哦好累，算了啊，不然就给他放着哦，就买10间，然后都简单整理，然后就继续放，然后就休息，然后看爱做股票去做股票啊。专注本业的专注本业啊，就这样哦，走到长报的路径，不然你现在短跑，2年在45%，这个很硬啊，你装潢能扣成怎样啊？你缴这个税，你真的缴得甘愿，所以大家都是放长哦，就放长。大家现在周期真的都拉长非常的多了，买来预设都放5年，嘿，其实这个东西影响是蛮大的，导致什么？导致市场中的中古屋数量一直被减少，对不对？因为好不容易有5间拿出来卖哦，3间立刻被买走啊，剩下2间它卖也会被买走。其中啊，那3间被买走的哦，跟未来2间好不容易卖掉的那2间哦，总共5间中古屋，这5间中古屋怎样？它都会消失呢？消失什么意思？就是它5年之内不会再拿出来市场上卖。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等房地合一 2.0 第6年第1天再来看情况哦。因为到时候适用税率20%，它就导致中古屋的物件怎样越来越少，等于什么？筹码越来越少，等于这一区假设有一个中古啊，它就在少了哦，所以好不容易有一个中古丢出来，真的会被换屋主买走。就像比方说那个农16新湾区美术馆哦，对，好不容易有一个行情的中古屋丢出来哦，稍微贵了点。那还是会被自住买走，为什么？因为自住在这边找2年房子都没有啊，对吧？都没人要卖啊。好，然后一丢出来被他买了之后，他买稍微高了，好，一高全部整区的这个中古屋都一起高了。好，那就变成说，这个实价登一上去，整个大家整个美术馆特区账面上大家都一起涨价会发生什么事？人性就跑出来，叫做一个东西正在涨，你卖掉它干嘛？对不对？在涨价的时候，大家会更不想要拿出来卖哦，进一步更加压缩了这个物件被抛出来的数量，东西就变得更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谁还有什么理由是真的要囤得好好的，然后突然要把这个房子拿出来卖啊？就是家里有一些变化，我讲变化不是变故哦，不一定是坏事，可能就儿子女儿在国外念书要用钱啊，只是这样，他就把它拿出来卖，这很正常哦。那以前是怎么样？以前是没有变化他想卖他就卖了，所以市场中供应的中古的数量一直都蛮多的。那变成你想涨也被牵制，因为就有人卖的比你便宜。好，那现在是好不容易有一间东西出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普普通通的东西，可是他卖的贵啊，自住换屋也被逼着只能吞
吞了以后大家又更惜售，就是这样哦。正在涨价的东西你干嘛卖？就是要怎样哦？好像要跌的时候，大家赶快卖，因为越晚卖会赔越多钱嘛，对啊，多杀多哦。所以在大涨周期的时候，中古屋超级少，就这样来的哦。这就是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台湾房地产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什么看不见的手，没这种事，都是政府的手，都是金融的手这样。那因为政府大力的管控方式。那其实我是乐见看到政府这样干哦，我说的是真的哦，因为我要的是房地产哦慢慢涨价就好了，你每年涨3%、涨5%，连续上涨30年，这样对我来说最好。为什么？哦，我就不是很有钱嘛，我也要赚钱啊，我要干嘛啊？你这样子哦，我一直都有上车的机会，我可以上第一台，再上第二台这样，然后时间30年之内，我不要房价就像现在这样猛爆性的喷上去，然后金融又把大家打个半死。请问这样爽在哪里哦？长期来说真的是缓涨啊，缓涨才会健康，这市场才会健康。急涨真的是你都不用金融来哈，金融它底下的小部下都觉得哦泡沫化来，我们看看研究一下，看看要该怎么干预，就这样。我们都做房地产的哦，本来图的就是长期跟稳健，它就叫不动产嘛，长期稳健。怎么大家现在市场气氛好像把房子当股票来炒，尤其预售屋市场，对不对？真是很无聊哦。我们回到八卦的一开始，是不是那句话"顺政府则昌，逆政府则亡"哦？这就是台湾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所以平常没事就要关心政策，看看有没有出台什么政策，并且它会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影响到你哦，影响到我这样。这个就是我平常没事的时候都在做的事哦，就是我所谓的做功课哦。对，题外话哦。我这个频道哦，有观众说哦，我都日更哦，每天都有一部片，晚上9点会发，这个产量很大哦。我应该是全职在做这个频道，很辛苦这样。好，我给你承认哦，坦诚其实没有哦，这个频道哦，算我的兴趣，我连副业都不算哦，这是妈兴趣等级而已。我是有空的时候就这样一次拍很多，囤起来慢慢剪哦，来维持。每天出片而已哦，我本业不是这个啊，真的不是这个，而且拍片，你看我都口播嘛，对不对？就灯架好，摄影机架好，麦克风架好，然后我就在看着镜头讲话，就这样而已哦。所以我又不用出外景，我又不用干嘛，我不会很累，我自己在摄影棚自己弄就好了哦。所以这个不会占很多时间就很单纯好玩，分享自己做功课这样。我还有其他的正事要做哦。你看房地产就是这里好，很慢。真的很慢，真的是不动产哦，我还可以做正事嘞哦。那我真的是抽时间拍片，能不能讲八卦，这样就好了。房地产真的很慢，所以你就配合政府的政策，你就慢慢做就好了，这才是房地产应该有的节奏，你都不用急哦，非常适合我这种有本业的人的生活节奏哦。对，奇怪，我讲这个干嘛？